中印边境再次发生肉搏战，20名印军受伤。印度为何不接受教训，仍不断挑衅？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中印两国加勒万河谷肢体冲突事件发生之后，双方共进行了17轮会谈，两国边境的西线基本保持了稳定的态势。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印度军队的挑衅又转向了藏南地区，而且采取的套路还是在争议地区兴建高地哨所，并因此而发生了近年来中印两军第二次大规模肢体冲突，也是2020年以来两国首次发生此类事件。据印度教徒报报道，印度士兵和解放军在中国藏南的达旺地区的实际控制线沿线发生对峙，造成20名印度士兵受伤。中国方面的受伤人数不明。该地区的印军部队与解放军进行了争夺，这场对峙导致双方少数人员受轻伤。印度陆军在事件发生后发表声明称，双方应立即脱离该地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在藏南达旺实控线的某些地区，中印双方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且双方都在该地区各自声明的路线进行巡逻，而这是自2006年以来的态势。印度媒体称，这次肢体冲突事件共有300名准备充分的中国陆军士兵参与，至少6名印度士兵受重伤，已转送至古瓦哈提接受治疗。中印两军军事指挥官已开始讨论此事。另据报道，2020年1月，中印两军在西金北部纳库拉地区的一个有争议的地区也曾发生过对峙。从印度方面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么几点：第一，此次冲突的规模比较大，双方参加的军人都有几百人；第二，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人员死亡，印度军队有6人受重伤，需要转院治疗，另外14名应该是轻伤；第三，中印两军已经从对峙地区脱离，双方一线军事指挥官正在进行交涉；第四，印度国防部和印度外交部都拒绝就这次冲突事件进行回应，说明印度政府可能并不想放大事态的影响。第五，印度的某些消息人士称，两国军队都有开火，而且双方正式确认两军交火，但是印度军方并没有证实这个消息。那么这次中印两军发生的肢体冲突真相到底如何呢？从印度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这次事件的端倪。双方的冲突源自于印度军队在达旺一处海拔5100米的高地非法建立了哨所，准备借助哨所占据有利地形。解放军出动300人前往拆除违章建筑，此时正好遇上印度的大古巡逻队，双方在这个哨所处展开了武术交流。印度媒体称，这次冲突造成6名士兵被打断手脚，看来又吃了大亏。后来部分印度媒体称，解放军共出动了600人，看来是认为自己打不过，明显吃亏了，于是呢又找了个寡不敌众的借口。至于说双方之间发生了交火事件，应该是某些印度人的炒作，如果真有交火，那就不是某些印度士兵受轻伤那么简单的事了。总体而言，这次印度在藏南地区蚕食中国领土的举动又遭到了解放军的坚决回击，印军再次吃了大亏。当然，基于目前中印两军相对比较稳定的态势，双方发生肢体冲突的烈度得到了控制，印军没敢玩命，解放军士兵呢也没有下死手，反击的力度受到控制，也算是有理有节。这次冲突再次证明，中印边境长达3000多公里未划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存在着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之后，印军是不是想在藏南地区找回场子呢？这次解放军给印度人再次上了一课。如果某些人老是记吃不记打，那么就得多体验一下解放军的中国功夫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